上一期呢，阿文分享了他走出抑郁症的整个过程。那这一期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抑郁症有哪些自救的方法，以及就是周边的亲友们可以怎么做。大家好，这里是阿文与德西，我是阿文，我是德西。阿文，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很好的自救方法吧。我觉得首先是自我识别压力的身体信号吧。因为情绪的感知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对，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然后且已经产生一些躯体化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胸闷、头晕、恶心这种的，其实是身体的情绪已经积攒了一段时间了。对，然后为了提前干预的话，我的心理咨询师其实是带着我一起去回忆说，过去压力大的时候，我通常身体会有哪一些反应？对，比如说可能是肩膀紧，肌会变浅，不自觉的皱眉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的肢体动作，其实是能够帮助我去熟悉我其实是正在经受一些压力的。然后以后再有类似表现的时候呢，我就能更早的意识到，我现在正处于压力之中，然后从而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但你说的这些症状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吧？因为不可能说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就马上跟这个关联在一起，似乎好像也不是对等关系。不一定不是对等关系，就是你其实它是一个帮你去定位问题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说出现这种表现一定是说你有抑郁的情况。其次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去学会如何释放压力。我的老师教我说，他会去引导说把压力实物化。对，就比如说当我焦虑的时候呢，他会去让我想象我的焦虑情绪是一张白纸，然后把这张白纸是努力的揉碎，然后揉得很烂，然后就扔进垃圾桶里边，就是去尝试的去模拟我的坏情绪被丢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能不能路摔？也是一种方法。对，有点暴力。对，所以他的建议是用一张纸嘛，这样摔的话也不会摔坏。对，就这样是一个体验，通过一种体验的方式去释放压力。对，第三个我觉得很有效的方法是我的心理学老师教我的，叫压力剥离。我们常常去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然后我的心理学老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假设我的面前其实有3本书，这3本书代表着，第一本书代表着来自我自己的想法和这个观念，然后第2本书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第3本书来自这个社会和其他人对我的评论。3本书加在一起的时候，自然会让我感觉到沉重不堪。对，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学会还书，就是社会环境和他人的看法呢，这个课题其实是别人的课题，那你就可以还回去。原生家庭带来的观念，那个其实是父母或者是亲人的想法，那也不是你必须要承担的，那你也可以把这本书还回去。当你把这2本书都还回去的时候，其实你手里只剩下自己那部分了，就是你自己的观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的压力已经轻了很多了。对，这个就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压力，而是说你要去把压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后这个老师的咨询方式，我是觉得我很欣赏的一个点，他是其实很注重当下的感受以及及时反馈的。他是会随时根据我的状态去调整他的引导方式。然后这种方式会让我更加频繁的、更加敏锐的去观察到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然后也让我去学到了说如何去更快的释放压力。其实我通过你的描述，我感觉到了一种轻松感，就是那种一层一层一层很重的东西，然后就没有了，只剩下了完全归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那我必须要去面对的，其他的就剥离掉。对，是的。那这种确实还挺有意思的。那你觉得我们该如何的去快速识别到其实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压力状态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症状可能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看的书籍，心理学书籍上的一些说法是，比如说胸闷啊、头晕啊，情绪的话很容易波动，一点火就着，这种脾气比较暴躁，身体上的一些肌肉发紧、关节发紧，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恶心、腹泻、呕吐这样的一些躯体化的症状。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食欲不振、暴饮暴食、休息不好、失眠，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就是因为你的人其实是一个容器嘛，就当你平时感受到一些压力和情绪的时候，它其实都会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容器中去储存。当这个容器堆满了情绪和压力的时候，那它自然会溢出来，然后溢出来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良的反应。说的我感觉我脖子都有点疼了。
选择倾诉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首先是可能得找到真正能信任的人很重要。对，不管是父母啊，或者还是好朋友，还是说一些专业的心理的咨询师，我觉得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像我的话，我其实是会主动去跟他们去分享我的情绪状态以及治疗的进展。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大概知道我的一个情况，然后并且他们也会以一个很开放的这个包容的一个状态就跟我去沟通。然后当我就陷入到情绪漩涡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去温和的提醒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进入到某种状态了，可以尝试我们之前学习过的一些方法，尝试去自救。因为很多时候人身在局中其实是感觉不到的，他们的一些提醒其实就会像一条绳子去能把住我们从那个漩涡里面去拽出来。你在吗？我的这根绳子要丢下去喽。然后另外的话，我也会和一些关系很好的朋友去聊自己的一些困境，然后发现，其实原来很多人成长中都会遇到过相似的困扰，只不过，当平时不说而已。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其实这种共鸣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安慰和信心吧。就是当我看到身边其实也有人走过类似的路，有相似的阶段的时候，他们能走出来，我也相信我自己一定能走出来。那肯定的。就是你刚刚说除了那个自救以外，就是亲朋好友的一些支持也很重要嘛。就是其实作为那个朋友嘛，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很想提供帮助，那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如果身边有朋友有相似的经历或者相关的知识的话，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我是在我的那个非常好的朋友那里去既得到了理解，也得到了真正有用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对，就这样的支持吧，我是觉得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我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我才能够从那样的一个低谷中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经历嘛，然后他其实更能理解我，就他其实没有单纯的去安慰我说，哎，加油，别多想，没事的，然后反而是提供了更多的倾听和陪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是认为那种普通的安慰其实反而会加重我的心理负担，就好像在说你太脆弱了，就这件事情都扛不住。就是而真正的理解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不评判，对，就是接纳我就是现在这种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其实可能不算是不好的状态，只是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状态而已。对，可能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人生中的某一个状态。对啊，当他对这个事情是有了解的时候，你去跟他倾诉的时候，他不会去跟你说一些大道理，不会去跟你说一些很理论的东西，然后他会真真实实的去在那里就是听你的讲述，然后他是能感同身受的。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内容以外，有没有一个就是很印象深刻的地方，让你觉得他就是让你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呢？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因为我当时压力很大嘛，然后情绪也很差，他当时跟我说其实你不用这样苛责自己，因为有可能你认为自己不好的点，可能在别人眼中正是你的可爱之处。这一句话就是让我真的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吧。就你刚刚提到了人的帮助嘛，然后我记得你之前还提到了关于你自己会去看一些书，什么蛤蟆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还没有些其他的一些书呢，会让你觉得说真的对你很有效？我最早看的是精神焦虑症的自救，然后后来看的是森田疗法，对我来讲，森田疗法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当然，在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本书的作用啊，是包括我的心理医生，包括身边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的努力，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果。森田疗法为什么是我强推的呢？是因为森田疗法它里面有特别明确的案例，会有一种真实感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按照他们的这样的描述方法，一步一步的去做，一步一步去学习，我也可以走出来。就是这种真实感和代入感，就让我非常的有力量。那阿文，就是你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吗？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正在经历这个痛苦的朋友们去说的一些心里话呢？我想说，首先抑郁症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对，就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去积极的去找心理医生去咨询。心理疾病这个东西吧，它并不是一个丢人的事儿。
普通的一种生病的状态。对，觉得是人生中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不可能就是很完美的、非常健康的，什么事都没有的嘛。那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件事情。那遇到困难、遇到困惑的时候，就要去及时的去找心理医生，去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和诊断就好了。另外去跟心理医生咨询的过程中，也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和建议。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能够走出来。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痛苦吧，但是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对我来讲是一次蜕变嘛，就有点类似于得到了这个灵魂的升华一样。就是如果你还有一些自己的困惑的话，也可以留言在评论区，然后让阿文来解答你哦。客观的来说，抑郁症有的是阶段性的，通过心理咨询和朋友的鼓励可以逐渐走出来，有的由于介入过晚或生理原因等，可能会伴随一生。我的经历是幸运的，但并不会因此而天真的认为抑郁症一定是可以被治愈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希望能通过此视频给正在经历苦难的你一点点支持和勇气。遇事不决怎么办？找找阿文与德西，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